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车站是西伯利亚铁路重要车站之一，位于新西伯利亚和伊尔库茨克之间，列车在此停靠20到30分钟。车站外观充满艺术感，站前广场上有一座喷泉和一根石柱，石柱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象征柱。往车头方向行走时，看到一列火车经过。满载货柜。这是我们搭乘的列车车头。列车往伊尔库茨克前进。西伯利亚铁路大致上都分成3个等级车厢。头等厢2床，2等厢4床和3等厢4床。之前第5级已开箱过头等车厢，现在经过的是2等车厢。头等和2等车厢都有房门可以锁，2等和3等车厢同样是两边上下各1个床位，只是2等车厢有门，隐私度高一点。现在经过的是没有房门的3等车厢。3等车厢在走道位置还有一个上下铺，下铺可以收起，变成2张座椅和1张餐桌。每节车厢前后两端各有一间洗手间。其中一边外面有一个热水炉供应热开水，而负责该车厢的服务员就在旁边的小房间里休息。西伯利亚铁路莫斯科海参崴全长9289公里，横跨9个时区，走完全程需18天，是世界上最长、横跨时区最多的铁路线。这是服务员的休息室。The next day， 带上保暖衣服前往贝加尔湖，要在奥利洪岛住2晚。伊尔库茨克车站距莫斯科亚罗斯拉夫车站5185公里，相当于西伯利亚铁路行驶了1半以上的里程。离开车站后，我们先到附近饭店吃早餐。早餐后出发往布里亚特，看到麦克瓦斯的饮料桶，就买了一杯解解馋。沿途有白桦木、樟子松林、草原和山丘。
以及由小木屋和木栅栏组成的原始村落。看到绑着彩色布条的木柱，这正是布里亚特民族用来祈祷风调雨顺并拥有美好家庭的方式。布里亚特民族的传统信仰是萨满教，而贝加尔湖是最重要的圣地。布里亚特村落乌斯季奥尔登斯基博物馆，这里展示了布里亚特共和国历史和民族文化。我们来到布里亚特族的蒙古包，享用布里亚特料理。布里亚特人是蒙古族的一支，他们是分布最北的蒙古人。布里亚特妇女的头饰看起来真夸张。布里亚特风味餐，几乎每餐都有甜菜汁。布里亚特人多以面食和肉类为主，汤面大多会加茴香，汤头很清爽好喝。蒸的和炸的饺子、包子和饺子很好吃。因为我们要赶在天黑前搭船到贝加尔湖的奥利洪岛，下次经过这里时才会欣赏民俗表演。往码头途中只有这没门的茅坑，看到就想吐了。上完茅坑直接去湖边洗手，想到湖边拍照，可别站在烂木头上掉进湖里去，站在湖畔非常的冷。乘客先上船后，接着是汽车上船。大约20分钟就抵达贝加尔湖的最大岛，也就是奥利洪岛。吉普车载我们到住宿的饭店，我们要在贝加尔观景饭店住2晚。户外游泳池比较适合战斗民族使用。这凉亭造景也太可爱了吧！不怕冷的话，或许晚上可以到小山丘上看到星星。房间里有电暖气，可以让我度过寒冷的夜晚。这是奥利洪岛的地图，饭店的自助式晚餐。俄罗斯的甜点蛋糕都是非常的甜。晚上8点还看得到晚霞。今天就分享到这儿，下期见。